短剑魔一直跟蒙多发 A 打团，永远比蒙多还慢，所以输不是兄弟。迪法师是吧？如果你想听专业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上把输在哪儿，前后都不重要，就是输在这波团，兄弟，就这么简单。撸奥的这游戏只看这波团，好吧？你前面发生了啥都不重要，兄弟，最后波团决定游戏输赢。你不要，我刚刚也说了，不要把自己骗进去，哥们儿，你把那个口子让了就输了，好吧？我听很多解说一直在说什么蒙多打不死，蒙多打不死，所以赢不了。兄弟，撸奥多现在没有打不死的英雄了，哥，好吧？如果打到后半段，撸奥多现在根本没有一个打不死的英雄了，兄弟。女强打蒙多只是比较慢，也不至于说打不动，而且是个有位的黑切加那个兄弟那个 E 技能，那带 W 技能，打不动啊！上波团他们都打赢了，他们就是莫名其妙动了个大龙，把那个口子让了，然后左手被那个人赶走就输了呀。那最后波团一波的时候，左手是在那个卡位，他想在那个地方打架。我在中路的角度跟你们讲啊，他本来想在那个地方打架的，然后呢，为什么打不赢？就是因为他队友在打大龙，把那个口子让了，左手本来那个位置可以开起来的，那个位置被蒙多被赶走之后呢，队友不出来打团，还想大龙，然后大龙被掐，那怎么赢啊，兄弟？所有人都在想打大龙啊！你不动大龙，明明是有机会赢的局，非要动个大龙，兄弟输掉，你还压力。乌马已经给了很多机会了，好吧？也不能说姑妈给了机会，反正是那个他们找机会找的也挺好的。勋找了2次机会开到姑妈，这么肥的雨阳，那一直被秒。其实我记得两边的 carry， 而且迪莱特软辅确实能看出来，他那个软辅属性都很低的嘛，但露露确实不如我。而且先知在我讲实话，他那个露露确实技能用的太那个了。他的露露有点像那种，这么说不太好啊，就有点像那种我艾欧尼亚带妹的露露一样，露露猫咪，你们有感觉吗？就是他的眼里只有 ADC。就虽然雨阳那加露露那个配合，确实那2个组合是要看 ADC 的。但那个姑妈不是那个 Delight 那个软辅那个露露技能用的确实很奇怪，他那个真的是有点像妈呀！我带妹的时候玩露露，就是露露的眼里只有那个 ADC， 他根本不会看队友。他有一波团战是他把大招给到那个蒙多，是蒙多是可以收割的，或者说他把大招给到萨拉斯，萨拉斯进场，尼克大招双飞，他可以双击飞，但是他眼里只有他有那波是给到那个蒙多，好像大招为了救他，反正就很奇怪，好吧？我一个卡尔玛跟露露玩家兄弟，我看到那种他的技能用的有点莫名其妙，就有点难受。应该不会这么早班吧？我感觉我的露露首年度确实是应该是全世界前3，应该没有职业选手玩露露这个英雄玩的比我多，除了辅助啊。中路里面，他还是比较适合玩应付。第4把萨勒芬也是啊，那萨勒芬你妈呀兄弟，那上面本来又是卖5、6千的领先，突然就闪现一技能被左手扭掉了。他那波追人吧，要把队友全部追过去。他就是玩应付玩多了，很想开团。就这种怎么说呢？现在在看 DOTA 比赛，我可以用 DOTA 的那个例子跟你们说啊，我玩3号位玩多了，我玩2号位用3号位的那个理解去开团，然后自己上去就送，他以为这就很肉。然后这一上去技能空了就死掉，队友就一起死，因为软辅的控制是不稳定，就应付玩多了确实一样。他以前玩的都什么波比、牛头、real 什么那种兄弟泰坦什么这种，就不容易死的，很容易留住人的。然后突然玩了个萨拉芬尼加露露兄弟，肯定留不住人。感觉 PLG 的打法就是这样子。我给他推荐一个每一个人好打的以外，左手确实最稳，好吧？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妈呀，昨天打的好的时候巨屌，打的差的时候巨差，就有点像以前那个谁来着，那个369那个一样，有时候3，有时候9。没有分裂以后，我昨天用露娜人均369，这感觉是 LPL 的队伍跟 LCK 队伍的最大的区别在这。露娜打德鲁伊就是 LCK 的队伍很多选手是那种平局，他他们是那种每一把都是，比如说满分是10分，这个选手是就是每一把都是稳定6到7分，这个人是每一把8到9分。而且 PLG 的很多选手是随机的兄弟，有感觉吗？很多都是随机。迅确实打的挺好的，今天。他那把千珏好可惜啊，感觉那把千珏是有机会，真有机会翻。就第4把。小熊算近战。OK。哈纳比什么水平？哈纳比不进 F6的话，感觉是8到9分。人妈呀，看到那个 F6 封掉的时候，感觉是只有0分好吧，1分都没有。感觉哈纳比有点像以前的苏菲，也是被那个 F6 做过的兄弟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感觉有些打野妈呀，感觉跟 F6 有仇一样。真的兄弟，我们有个 LCK， 就是我跟 LCK 的那些选手，就有可能就是有些人是已经退的，有些人是还在打的。兄弟们有个群，然后也是有一些主播的群，他们在群里面那把打完，你们知道在群里面说什么吗？就是因为那得都在评价卡纳比兄弟进野区的那个是，我操，就是实他们在那里看比赛，一边看一边讨论的那种，然后都在说我操卡纳比又进了。
你突外塔，他说你高地，他上你高地。优选火女的，对。徐丽说：“我操，卡纳比又进了野区。”这种改不了，好吧？这种个人习惯，你这种打法，这种就改不了。兄弟，我刚认识卡纳比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子的。我刚认识他就是以前那个格里芬那个替补的时候，他打法就一直都这样。他来了中国之后，他就是在京东啊什么各个对打过的，一直都这样，他打法就是没有变过。没办法吧这个。但我觉得这个游戏现在是你说不要送一次都不要送是不可能，每个人都会干一次，真的每个人都会送一次，兄弟们，就是看谁送的最少而已。你们没发现这比赛味道就已经跟以前不一样变了吗？现在这个游戏就已经不是那种对吧？谁做的事情做得更多，或者说做得更对。现在比赛已经是变成是谁犯错、犯罪犯得更少。现在能赢的队友就是哪边妈呀更怵，那边就输，而不是哪边打得更好，那边就赢。真得少干点怵的事情，少干事，少干坏事，少干奇怪的事才能赢。恭喜韩华3-2战胜 BLG， 获得这次 MSI 冠军！吹吧，接着吹吧，真能把人恶心死。BLG 上市战胜韩华，一些人比我吃流量都着急，直接给我来一句：兵哥顶着 counter 位完爆了宙斯，到底完爆在哪？到底顶着什么 counter 位了？我请问，今天宙斯才是顶着兵哥的 counter 位，爆了兵哥吧？鳄鱼打朗姆，公认的真正 counter 吧？结果兵哥呢自己兵线没处理好，用鳄鱼直接被抓了。宙斯乌鸦打兵哥的魁，确实乌鸦这点优势，兵哥自己也逆 counter 打出来优势，反手就送了。我说白了，那坎纳维一个打野追一个打野，2小局打出1-17，直接超越了德赛在23年 S 赛总决赛根本打不了的环境下，作为上单选手屡屡被针对打出的1-16。第4局明显坎纳维还有送的潜力，可兵哥先送了，兵哥先干了。最后一局还有人说什么丹尼后2局应该考虑蒙多这点吧，考虑个锤子！兵哥用剑魔啊，随便砍蒙多的对象，用个剑魔都得办蒙多，你让兵哥直接退役得了呗？用剑魔都得办蒙多，不如问问兵哥前4局为什么能送2局，少送1局的情况下，是不是都3-1战胜了韩华？这才是本质吧？甚至我反问你们一句啊，你那个剑魔你敢放给宙斯吗？你放给宙斯用，兵哥自己可以用蒙多抗压吗？就算宙斯啊没有蒙多，还有永恩、格温，兵哥全都可以做到吗？这才是本质问题呀！还有关键一点呢，说兵哥肌肉比宙斯强，那也是兵哥绝活英雄肌肉比宙斯强。人家宙斯能用蒙多打你剑魔，本身就没瞧得起你兵哥剑魔的肌肉啊！斌，今天这组标5要我说，标记2个大锅。第一，斌状态不好，4局送了2局，最后1局想亲手打回来，可自己能影响比赛的绝活英雄没那么多了。第二，丹尼的 BP 做的不如上次对战韩华，而且非常差。可2者选其一，你问我谁锅更大，我还是要说兵哥锅更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算在这种 BP 环境下，兵哥4局送2局，但凡少送1局 ，BLG 依然3-1战胜韩华了，根本没有第5局蒙不蒙多的事儿。所以听听吧。上次 BO5 BLG 战胜韩华以后 ，BLG 拼肌肉拼赢了，丹尼的 BP 也完爆了homie，BLG 中野辅以及 AD Viper 都比韩华对位选手发挥的好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但唯独宾和宙斯这点是互有发挥，我当时的评价根本谈不上完爆。一些迫不及待想吃宾流量、吹宾的人是最烦的，就是这些人的过度吹捧啊，让宾哥真觉得自己1v1顶着抗代位完爆了宙斯。今天就在不停的1v1跟宙斯单打，不考虑实际情况了。我在上期视频已经明确说明了，上次之所以能战胜豪华，靠的是 BP， 是靠中野辅 AD 的对位差距。你说更关键的一点是靠的什么？靠的是野辅前期的主动性，掌控了前期比赛的一个节奏。但唯独宾和宙斯这点是互有发挥，差距最小，没问题吧？而且我今天再客观评价一下宙斯和宾两人的优缺点。兵哥强的点是他绝活英雄对于比赛的影响力啊，要优于宙斯。比如说他的武器、他的青钢影、他的纳尔，是让对面非常忌惮。就包括说一直办的兵哥英雄纳尔必须不能放，甚至绝死也受到了绝对的尊重。但是他最影响比赛的英雄，我认为还是武器、青钢影和纳尔，这是3个最招牌。但这些英雄并非宙斯玩不了，宙斯一样也能玩，一样也能影响比赛。因为上单这个位置想要赢比赛是要靠队友的，前提自己不送，对吧？宙斯比宾优势的地方是他影响比赛英雄的数量大于宾哥，就导致了韩华可以做更多的战术阵容选择，
而今天比赛过后啊，我相信兵哥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继续多练英雄，因为兵哥是真正的战士，他不怕跌倒。今天就是送了，我替兵哥啊给大家道个歉，完了，请大家相信兵哥会练出更多的英雄，帮助 BLG 这支团队为 BLG 之后搭配更好的战术体系。关键时刻少送维基，觉得一次不够，再玩一次，因为今天送了2次。今天确实啊，兵哥辜负了大家的期待，也辜负了转转的一份苦心呐。因为转转设计兵哥这个卡通形象，最终形态不是让你弯腰，也不是看你这个直腰板，是要让你起来的，是让你起来做4以上的。但没事啊，这个小设计啊，就是灵活，可弯、可直、可挺。其实呢，我说这么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？是现在我们 LPL 只有 BLG 能打 LCK 了。大家如果对于今天比赛有情绪，想发泄你发泄你的，但该说我也要说我自己的。其他战队真的能打 LCK 吗？这次 MSI BLG 3-2战胜 T1， 打韩华总比分5-4，虽然不是 MSI 冠军，但他是总比分冠军。打欧美也是3-0，只能说辜负确实辜负了，可绝不丢人。包括斌哥这点 ，LPL 上单目前也只有斌能打宙斯了，其他人不算第3赛段复出的德赛，其他上单看到宙斯连送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当场被抽晕在原地，这是实话吧？而且这次 MSI 不夺冠，它是好事啊。MSI 不夺冠不用被定制削弱了， MSI 不夺冠也不需要走黄金之路，有这种压力了，大大方方放手，就是整更多的体系备战 S 赛就好了，不怕这次 MSI BLG 输给韩华，就怕打的比赛内容是被抽晕了啊，没有机会战胜韩华，战胜 LCK， 我说的对吗？而 BLG 这次 MSI 结束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，补强体系。为什么韩华第4局、第5局生死时刻会把比赛交给他双膝来决定胜负？而你 BLG 明明在宾都没有绝活英雄影响比赛的情况下，依然选择牺牲双膝交给上单兵哥决定胜负。明明云路在，非得让自己家的歪坡玩女枪。明明塞拉斯和阿卡丽都在，不让左手选择更擅长的英雄决定生死时刻。包括第4局，你给左手弄个岩雀，我感觉恶心了啊！妖姬选出来呀，妖姬出来呀，妖姬用了，就算不赢消耗掉了。第5局是不是更安心选塞拉斯和阿卡丽了？都是左手绝活英雄啊，而恰恰这2个英雄在当时的环境只怕妖姬，所以没出来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全世界只有 BLG 这个队伍，关键时刻信任的是上单，不是双喜。BLG 有兵哥绝活英雄影响比赛的时候，相信斌我认为一点毛病没有，特别是前3局，他那些绝活英雄对于这个比赛，包括说让对手 BP 的忌惮，真的就是说确实影响很大啊。他在有这些英雄的时候，相信他是没有问题的，没有那种绝活强度可以那么影响比赛的时候，你还把比赛交给他，我认为思路就有问题。这不就相当于你让兵哥一个上单位置去1v2韩华双膝决定比赛胜负赢比赛吗？这就是问题呀！所以我觉得就恶心。所以这次 BLG 输韩华最大的教训，并非兵送不送，而是他应该练出更多可以影响比赛的绝活英雄，去丰富 BLG 的体系，多练出点其他英雄，达到跟他绝活英雄一样的强度去影响比赛，以后才会真正有机会完爆宙斯。因为上路现在就是这么个位置，生死局一定是双膝接管比赛，更好决定比赛胜负，就这么简单，多的不想说了啊。勋哥这次没毛病，你说有毛病，什么关键时刻跟那个卡纳维攀身拼惩戒，那不怪他，没有他和欧恩啊找机会 ，BLG 第5局早就没了，打不到那一刻。歪坡作为 BLG 长期单挂的 AD， 表现也是一点毛病没有。你说他EZ 关键时刻送了，那明明是被开了，那手太快也没有办法。你说他送了，你也一边着去，你就能挑一下这个，就相当于歪坡来 BLG， 但凡有一点可以挑，完事他马上变P坡，从而忽略了他长期稳定的一个贡献。你不看看歪坡之前的团战操作是有多完美？那 EZ 一共团战空过几个 Q？ 左手的遗憾就是什么？4、5局没有用到塞拉斯和阿卡丽，我认为左手要更主动一些。就单你那个 BP 吧，说白了也是个神经刀，一会儿能爆了韩华，一会儿就不知道之前是怎么赢韩华的。欧恩呢也没有啥毛病，这次 MSI 整体表现，我认为就算输了
S 赛打回来就好了啊，就这么简单。但这里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兵送不送，而是兵真的需要更多绝活的英雄才能和宙斯打出一样比赛的影响力，顺便呢让 BLG 丰富体系。可惜了我勋哥状态，这次 MSI 状态，我中国队长勋哥的状态才是真的。点亮关注，感谢各位支持。乌卡塞，同样的2比1领先，同样的决赛，同样的2比3输掉，同样的宙斯，同样的姑妈遇死啊！真的，虽然我也真的很难受，兄弟们，但是同样的事情我也经历过一次了。24年 S 赛决赛那次比这次难受多了。但是有前车之鉴的话，还是没有上次难受的。我知道有的粉丝是真的很难受，为了让大家不那么难受，说点搞笑的吧。哇，宙斯扫宙，你坏死了喵！你坏死了喵！你坏死了喵！每次都是你，每次都是你站出来。23年 S 赛决赛干江哥，24年冒泡赛永文送7万进 S 赛拿冠军，26年 MSI 决赛又是你，又是你的大乌鸦大蒙多扫宙啊！真的是一座大山啊！我知道你牛逼，你是实际上你是历史第一上单。但是你为什么每次都能在这种关键局面力挽狂澜站出来阻挡我们 LPL 拿冠军啊？为什么啊，宙斯？哇，好端端的大家上路真男人战士大战，你又是乌鸦又是蒙多又拿 FMVP， 我顶不住了呀！哇，今天其实我最气的就是烂临死前都已经打出这个上单乌鸦了，蒙多也知道宙斯会玩，上个 BO5 也输过真英雄。印度神王真的已经情报自来也把咒活的大招乌鸦打出来了，观众赛前也都知道这些东西，为什么我们这些东西没有好好应对住啊？真的是我们的 BP 没有准备好。我说实话，很多时候有些阵容就是太难赢了啊！真的图4手大哥的岩雀已经玩得很优秀了，是这个英雄太垃圾了，根本没啥用啊！最后10楼选这个岩雀已经让阵容很难受了。第4盘的 BP 真的做得太差了，上路还是魁苍提打乌鸦。关键选了魁苍提就选了，也不是不能玩魁苍提你团队点呗，兵哥你稳点呗，为什么老选个魁苍提想单杀啊？那宙斯一勾引你就上当，一勾引你就上当。我前面的比赛视频还在夸兵哥比以前稳了，今天又犯老毛病了，宙斯一勾就上当啊！这个 BO5 好几次这种画面了，我都不是只看到一次，就那么想入咒门吗？稍微慢点玩图4说不定都有机会。哎，兵哥哎，今天是真的有问题，兵哥。好吧，我也不帮兵哥洗了，今天确实被宙斯对位尬服了。大家想说就说吧，事实已经发生了，我也无力反驳什么。大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，乐自人看笑话也好，真粉丝恨其不争也好，事情确实已经发生了，打的确实差，但是我也能理解大家的心情啊。说点心里话好吧，不串也不说别的，认真一点。你被3比0了，对吧？可以大大方方嘲笑出个歌，3比1也会说个硬实力不足，确实打不过，赢一把可以了。3比2还是2比1领先的，这种输了是真的很难受啊！而且不止一次了，24年决赛也是这个剧本，真的，我觉得这次决赛大家会生气会难受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明明你决赛前的比赛能做得很好，就包括上一次打宙斯的时候也做得不错，大家是有期待值的，为什么就这种最重要的决赛出了差错呢？明明又是就差一步，但是为什么之前犯过同样的错误，怎么又发生了呢？唉，我是能理解兄弟们的，就是这种有预期有期待值，结果又是功亏一篑。真的希望后面的 S 赛如果同样的局面，兵哥可以做得更好吧，真的求求了，不要让我再看重蹈覆辙了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大家不想再看图5失去冠军这种事情了，好吧？唉，只可惜啊，今天手大哥和勋大哥啊，中野玩的这么好输了，真的很可惜啊！我其实挺为中野惋惜的，中野是真的已经尽力了。勋哥和手大哥真的燃尽了呀！勋哥真的从来没这么稳的拼成过，图2图3已经给卡纳维干成1-17了，这2盘游戏纳维打野都输成这样了，结果后面2盘卡纳维顶住了，我们自己没顶住。手大哥也是啊，从联赛 C 到 MSI 再 C 到决赛最后一盘，是真的没招了。图5这种蒙多玩到后期，兔子再肥他也处理不掉这个蒙多啊！唉，其实今天下路也没啥大问题，我跟你们说 ，Viper 打的也不算差，真的连欧文今天都失误减少很多，玩的比对面抵赖的好多了，真的连欧文今天失误都减少很多，再努力认真的去想办法怎么赢游戏了。这盘5盘游戏，以前最容易掉链子的欧文都没啥太大的毛病吧？好吧，我说实话，中野该发挥的也都发挥了，也尽力了，没软过，好吧？唉，真的可惜，
最后一盘想赢真的只能速龙魂，拖到后期是绝对处理不了蒙多的，已经找了很多波好的机会了，结果好几次因为小龙团都不提前站位落位，让 HL1把位置先抢住，小龙被拿了太多。BLG 龙魂的压力实在太大了，把自己逼入到一个很难受的局面。最后一波给蒙多这种炼金龙魂玩不了，小龙位置挤不过去，想强行去 rush 大龙，结果一波送走比赛了。但是那个 rush 大龙是真的很蠢，还不如好好的正面小龙硬挤进去，打波小龙团机会大一点。因为大龙那个地形，你吃大龙的伤害，有大龙的底 buff， 在那个地形跟蒙多打架是根本处理不了蒙多的。唉，真的太可惜了，电子竞技也只认这个冠军。宙斯确实在决赛展现了他更强的统治力。这也为什么他是历史第一上单，好吧，确实更全能更全面，队伍最需要他的时候也能站出来。他的队友今天已经玩得很差了，但他真的是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。这个决赛打成这样，确实配得上这个 FMVP， 好吧，也恭喜宙斯吧。但是我觉得真的希望大家也不要太悲观，好吧。这次 MSI 前面所有的比赛，我觉得 BLG 打的真的已经很好了。决赛我们确实输了，但是也不代表我们后面的比赛不能赢。失败这个东西确实是贯彻人生始终的，这就是人生，兄弟们，没招了，这次输了就已经是事实了，没办法了。后面 S3 我们再打回来吧，起码我们还是第2赛区，对吧？这次 MSI 也还是赢了 HLE 一次，也赢了 T1 的，比去年好吧，至少。你想去年 BLG MSI 那会儿过来就被抽陀螺，抽完直接被光速淘汰回家了，好吧？这次的 BLG 起码还是赢了2次韩国队的，相信 BLG 好吧，兄弟们 ，S3 再顶住，唉。而且转转跟我说，这次做了3000个手办，现在好了，决赛打成这样输了，这手办也没人要了，难受啊，兄弟们。不过真的希望 BLG SI 再好好打回来，不要真的再上演重复的剧情了，好吧？粉丝看1次看2次还能顶，再3次再4次是真的顶不住了，好吧？就这样 ，respect。主要是，说点实话，那个拼手就不可能赢的，我实话跟你们讲。那个拼手就不可能赢的，威就不可能拼得过派森，就你让谁来玩都白扯，谁来玩都拼不过。但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，说还是他们打了2波赢的团战，他们没有发现他们是因为秒了古马玉子，他们才赢的团嘛。然后最后一波团眼里也没有这古马玉子了，都觉得自己无敌了，然后直接就被干碎了。那干碎就是一波，那个时间点被干碎就是一波。我操哎！怎么拼的过？他拼过了那个城也赢不了，因为位置太差了，知道吧？位置太差了，他们找不到那个原码，他找不到原码，他赢不了，就非常的简单这个游戏，好吧？找不到原码，他赢不了。双败赛制太赖皮了，纵观传统体育，没有双败赖皮赛制，赛制真不公平嘛？败者组上来赢1次就行了，那胜者组的意义在哪？第一次 BO5 跟没有一样，应该败者组赢1次 BO5，后面再打1次 BO5。不然胜者组负责甲都用不上。怪赛制的，如果单败，现在在这里的就是 WE 了。他妈的，我他妈 WE 粉丝，我得说2句啊，没毛啊！3楼建模的意义在哪儿？女枪 Nico 是拿出来扛的，就想打团的。3楼建模。我觉得是没什么能出的了，因为他5楼宙斯怎么样都是康的 pick。我觉得丹尼不至于啊，罪不至此啊 ，2.5 罪不至此啊。其实丹尼这一次给 BLG 带来的体系，其实真的多种多样啊。哎，没办法，这个确实教练干承担的。这把 Net 其实 Net 这把确实该发挥的。因为这把其实队友给到帮助也不少，3级的魏，4级的 Nico 后面也是不停骚扰，但没办法，感觉他应该是塞拉斯，你们觉得呢？但他不敢先拿塞拉斯，因为他先拿塞拉斯对面阿卡丽，我感觉给他打差评的都是看我直播的，怎么办？这把今天教父其实被针对的还是比较厉害的，但教父的齐亚娜跟教父的梦魇真的太赖了。风月这把来就赢了，喷风月干嘛呀？但迪莱特今天打的确实很多，他能抓住的节奏点没抓住。冰为什么打不过宙斯？宙斯天赋太好了，天赋太好了。玩这游戏，你归根到底为什么打不过，不就是个天赋差异吗？其实
而且兵也没差多少吧。你要说可能从荣誉上来看的话，现在可能差距有点远。但是游戏水平上的话，还是肯定是可以打一打的，兵是可以正面交锋的，跟宙斯是会有胜负。但是当时那个宙斯第1年出道，那年 MSI 打兵，其实兵打宙斯就都已经没那么好打了。那年是威还是在巅峰期的时候，威和小虎把那个宙斯第1年给他安排爆了，给他抓爆了。那年也就是互有单杀，但是你要想，那才是宙斯出道第1年啊，兵那个时候已经打了，兵是20年出道的吧？那是兵的第几年？第3年吧，宙斯的第1年。别人第1年跟你第3年的打，就已经说不会输你了。哎，这个游戏天赋其实玩到后面最顶尖的选手，天赋还是最重要的。兵也是那种有点类似于那个 Newguri 的赛和宙斯那种的呀，只是说现在没拿到那个世界冠军嘛。我这样说你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就是有点反对或者怎么样，但是从风格上面来说也是那方面，但是还需要一个世界冠军来正式挤入那个行列。哎，我说话还是严谨点吧，肯定是尖刀型的。上单专注对线是好事，其实上单这个位置只有2条出路，一条就是你对线能够打出很明显的差别，还有一种就是说你纯的就是玩经验去那个游别人。但是通常来说打硬战像打韩国队的话来说游不太到，韩国那些上单不太吃你这一套，打韩国队上单的话可能还得需要兵那种玩法。所以说兵往年打外战其实打得挺好的，打多兰打 King 兵其实打的都没啥问题的，打宙斯是挺吃力的吧，但是也有互有胜负，也不是说被你全程摁着头打。兵为什么打不过宙斯？天赋太好了，玩这游戏你归根到底为什么打不过，不就是个天赋差异吗？其实而且兵也没差多少吧。你要说可能从荣誉上来看的话，现在可能差距有点远。但是游戏水平上的话，还是肯定是可以打一打的，兵是可以正面交锋的，跟宙斯是会有胜负。但是当时那个宙斯第1年出道，那年 MSI 打兵，其实兵打宙斯就都已经没那么好打了。那年是威还是在巅峰期的时候，威和小虎把那个宙斯第1年给他安排爆了，给他抓爆了。那年也就是互有单杀，但是你要想，那才是宙斯出道第1年啊，兵那个时候已经打了，兵是20年出道的吧？那是兵的第几年？第3年吧，宙斯的第1年。别人第1年跟你第3年的打，就已经说不会输你了。哎，这个游戏天赋其实玩到后面最顶尖的选手，天赋还是最重要的。一共只有4面。主播，你觉得兵哥玩的怎么样？兵哥吗？你说昨天的兵吗？那把剑魔吗？我没看其他的不好评价的。但我看了最后一把那个。鳄鱼不敢说，没有啊，我只看最后一把啊，前面也看了，但是感觉前面很正常。不敢评价，不敢乱评价。我说什么？我感觉那波不该踢上去啊！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那波小龙，前面有波小龙，感觉不应该踢上去啊！太明显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啊？脑子里面还记不记得就那个剑魔100多刀的时候，好像第2条还是第几条小龙来着？那波踢上去太明显了。没有啊，你们不觉得那个踢上去很怪吗？现在我感觉蒙多踢上去就说明他不想打小龙了，但兵哥踢上去，那波蒙多有劲，没有他踢上去的，不是，是那波蒙多踢上去，然后兵哥也踢上去吃线了，有没有可能，兄弟们？我跟你说，兵哥，你们别老是骂兵哥，我感觉兵哥不背锅那个，主要是蒙多处理不了，你总不能。兄弟们，我说实话，虽然我不喜欢上单的，但是我觉得一个蒙多如果要一个上单去处理的话，我觉得有点多多少少有点过分的。